在这颗星球上，无数的文明更迭，人类的每个文明都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发展、提升和轮回，一次次的毁灭，一次次的重建。有的人迷失在物质世界，有些人选择探索真理。尽管真理难寻，修行的路充满陷阱与诱惑，让人失去方向。但有些灵性修炼与修行的精髓，如琥珀般被保留了下来。他们在这场大游戏中，在各个文明中，在各个朝代中，因着机缘而出现，也因着各种条件而消失，等待再次的出现。这些教导总是超出与突破当朝人们的制约以及既定的思想，故对于人们而言，总是难以理解的神秘。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大家好，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我是阿吴。上堂课的回家作业不期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练习呢？这个方法看似简单和无厘头，但对于修行人如何处于当下，却是一个重要的练习。处于当下虽然是觉醒者的状态，对于人们来说太过于抽象且困难，所以需要以生活中最简单的事物开始练习。绝大多数的修行方法都是要让人们练习头脑的止息与不认同，而头脑思想的止息与不认同，就是全然的处于当下的此时此刻。当你能放松的处于当下，就能感受到真实生命的状态。此时头脑会变得非常宁静与放松，思绪异常清晰，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感受也会开始瓦解，变得不太一样。处于当下，你就变得有意识。当你开始变得更有意识，就不再是行尸走肉的受无始以来的业力与各个层次的制约影响，那时人们才可能开始拥有自由。但是人们难以处于此时此刻，因为人们不是活在过往的记忆里，就是活在未来的想象中。上堂课的练习不期待结果，就是在企图把你从未来的想象中拉回当下。不去期待结果，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去规划未来，也不代表你在过程中不需努力与练习。如果你是这么理解，那就误会了。不去期待结果是对于生命有更包容的观点，以更开放的心态去看待眼前的一切事物，更信任这个宇宙的安排。这会把你从头脑里的未来想象中解放出来。不期待与不执着结果，就是接受，就是臣服。所以记得去练习不期待，放开心胸，接受一切的结果吧。金刚经曰：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就是所谓的三心不可得。阿吴在上堂课教你的不期待方法，就是在练习未来心不可得。接下来阿吴要来教你过去心不可得的练习方法。我们要来练习处理你的过去记忆。人们的行为模式与思考模式总是承袭着过往的记忆，这些记忆包含了你记得的与未记得的，当然除了此生的，也包含他世的。这些记忆构成了许多制约模式，就像电脑的内建式软体控制你的每一天每一个行为，就是所谓的习气业力。有人喜欢深究探寻并研究这些记忆，你的潜意识或前意识是什么人，遇到了那些人，做了哪些事情等等。这是有趣的探索，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些许的疗愈与释怀，但对于你的终极解脱与开悟，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的重点是要破解这个游戏，而不是去一个个深入研究每个游戏的片段情节，因为游戏情节太多了，
你有太多辈子了，有太多感人的时刻，太多悲伤的时刻了。人们喜欢探索上辈子自己是什么人，出生在哪里，有着什么样的人生，因为这总是带有些浪漫与神秘的氛围。其实上一辈子并不神秘，你只要看看这个人现在的状态，就可以一窥一二了。深入记忆并不是解脱的方法，解方是你只要从记忆中跳脱出来就可以了，只要与他保持一点距离，不被他黏住，不认同他就可以了。这就是正定的状态，有很多修行方法可以教你去达成这样的状态，像是阿吴之前教的耳根圆通法，或是阿吴想要教但有点懒得教的白骨观，都可以达到正定的效果。只要你可以达到正定的状态，你的时间感就会开始变得不一样，因为你已经渐渐地和生生世世的记忆保持了距离。如果你得了正定，你的业力习性就像电风扇在此刻放慢或停止了运转，但电风扇的扇片仍然因着过去的运转保持转动的惯性，所以并不是说的定或开悟了就不会受到过往的业力影响，但是至少你已经可以停止了加速的力道了。如果开悟了，在更进一步的修行后，甚至可以加快扇片的停止和转动其他想要的电风扇类型。这些记忆，这些习气业力多半是构建在你认同的时间轴里，是记忆的认同让你即使活照着今日的阳光，也如同在过去的阴雨里。这里说所谓的记忆，不只是你表意识所记得的，其实你记得自己生生世世的所有记忆，它们被存在某个深层意识的资料库中。记忆本身并不是问题，人们的问题是太过与这些记忆能量缠绵，分不清自己与自己演过的戏剧内容。这些对于人们都是沉重的枷锁，都是操纵你的背后灵。你活在记忆里，你今日的每个行为、动作、思考、情绪，都是过去的延伸与反复操演，毫无自由可言。直到你意识到这点，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改变才可能开始。喝酒喝到断片，头部受到重击，或是吸某种东西吸到康掉，或是从事高危险的活动，如飙车、极限运动等等，都可以让你短暂放下那些记忆的包袱，人因此变得轻盈与自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从事以上活动甚至上瘾的内在深层原因。那个时刻，人们不再停留在过去，也不会活在未来，而专心在此时此刻，即使是短暂的时间，也是自由与快乐的体验，以至于让人们流连忘返。阿吴要教你一个让你和你的记忆之间撑出一个小小空间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让你改变对自身记忆的看法与感受，好让你可以享受此时此刻的自由状态。你可能会享受这个飞翔，亦或恐惧这种空空如也的感觉。这是一个使用观想的方法，观想是一种非常专注的想象，以至于让想象的振动能量有具象化和具体化的呈现出来。所以接下来阿吴要邀请你闭上眼睛来想象一个故事场景。步骤1，场景在一个现代化的巨大工厂，这个工厂灯光明亮，环境干净舒服。工厂里有许多生产线正在自动化地生产着许多看起来非常高科技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用某种金属模拟了人类骨骼，用某种像矽胶的材质制作像人类柔软的皮肤，用高科技的 AI 软件与各种接收器模拟了人类各种的感官系统。整体而言，它们已经非常像人类了。步骤2，在这个机器人完成品的最后步骤，会有一系列的 AI 应用程式与资料安装进此机器人的头部，名为大脑的地方。这其中包含了一名为记忆的程式码，罗列了一个人此生经历过的记忆，从婴儿到儿童到青少年再到成人，巨细靡遗的各种回忆。当然，这些都只是数据，包含了眼耳鼻舌身各种感官的数据，其中包含了原生家庭的美好与伤害的回忆，有着青年时谈恋爱、交男女朋友的甜蜜爱恋与失望、难过、心碎的感受记忆，有成年后工作职场意气风发的创业，与事业失败时人情冷暖的记忆，有着初当父母感动的记忆，
也有离婚失落的绝望与空虚的回忆等等。这些记忆都被输入到此机器人里，为一个地球人1到40几岁的回忆。步骤3，这个机器人出厂后开始启用与激活，它便拥有了1到40多岁的各种记忆，包括许多情节的各种情绪，有感动，有伤痛，有不断累积的知识与智慧。他会以为并深深相信他已经在这个星球活了40几年，并拥有许多回忆，也造就了今天的独特个性。因着这些记忆，他有着对于这世界的独特见解，有着令他骄傲的事迹与那些不堪回首的懊悔与伤痛。步骤4，请闭上眼睛，想象着自己就是这刚出产的机器人。那些被输入的记忆资料，就是你此生到目前为止的记忆。那些记忆与回忆是如此鲜明，以至于你真的相信自己已经活了那么久，经历了那么多事。你毫不怀疑地相信了这些在头脑的记忆。现在我已经告诉了你，你是这个机器人的事实，就连你昨日如此鲜明的记忆都是刚刚才被植入的。因为这个程式机制让你毫无怀疑地接受了这些在你脑中的记忆资料。你可能会不相信地大笑，说我在说什么鬼话，但请你投入其中，给这份故事一个可能性。如果这是真的呢？如果你的记忆纯粹只是一份资料，你根本没经历过呢？如果你知道你此时此刻才刚出生，但又拥有这多年在地球的人生经历呢？你会怎么做呢？你既是全新的，但又历经风霜。请大家好好观想进入这个情境的练习，这就是在练习《金刚经》上所说的过去心不可得。如果你只是用头脑去理解过去心不可得，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经文，你可能会得出一个哲学玄奥的答案，但这只是你在玩一个头脑思考的活动而已，这是智力的活动，这会满足你一会儿，却无法给你生命实质上的改变。如果你可以好好练习阿吴这堂课教的记忆虚幻观想法，那么你会进入一种神奇的体验，一种轻盈、自由或空空如也的状态。这会是你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你的记忆有如虚幻般不真实，这让你从过去的束缚，从记忆的沉重包袱回到当下的此时此刻。练习这个方法当作是一个好玩的游戏，然后去享受当下的自由吧。下课，拜拜。